台北大巨蛋的地图。我们现在在靠近松烟这一区，那它这边跟那个松烟的文创区通通结合在一起。松烟在后面这边，然后之后这边会有一个影城，然后左边这边会有商场。我们往球场的方向走。大巨蛋。好，然后我们说起那个台北大巨蛋的起源。那可以回溯到那中华职棒22年的时候，总冠军战第7战，味全对统一最后一场。然后因为当天的比赛因为阴雨，所以打打停停。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呢，因为在现场非常多的球迷在现场大喊：我们要巨蛋，我们要巨蛋。然后呢，很刚好的是这一场球赛我在现场。那当时我应该只有9岁而已，对，那我不知道我爸怎么弄到球票的。那场球赛，我记得我看完球回家应该已经11、2点了，打到很晚。然后比赛最后的结果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不过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巨蛋从那个时候开始，实际上面盖完到2023年年底盖完，然后正式启用。哇，算一算也过了30年的时间了。中华职棒今年度开始有安排大巨蛋的比赛。然后包含像味全，包含像中信兄弟，然后乐天桃园，因为有一些比赛，因为球场整修的关系，所以临时挪用了大巨蛋。今年球季的热身赛开场，我们来看中信兄弟对富邦的热身赛，顺便参观一下大巨蛋吧。我们今天做的是内野的 B1 区，沿着箭头的方向走吧。球场有投币的置物柜，因为今天人潮感觉还蛮多的，要放东西可能要早点来。继续往内野的 B1 区走。这边可以来验票哦。进来大巨蛋啦！哇塞，真的是等了30年的球场，我们终于有巨蛋球场了。我的票是在104区，等一下要往右边走。看起来大家都非常期待有室内的棒球场。这里是富邦的贩卖部，这边是三垒侧，球场的厕所。那这边也有设置饮水机跟行动电源的租借站。球场的厕所设置很多，我觉得应该是目前台湾球场里面最多的，也因为这些都是全新的。厕所的数量，我觉得应该足以应付目前的人流。一垒侧这边有设立救护站，如果看球时身体有状况，记得可以到一垒侧的后方哦，做紧急的应变处理。这一侧是组队中信兄弟的商品部，贩卖球队的商品。
我们从本垒侧的观众席角度来看一下吧。这样看过去真的是蛮壮观的。官方应该还在做比赛前最后的场地确认。我很少碰到比赛开打前就这么多人进场了。这一侧是左外野线边的角度，这边看上去是大荧幕，左外野的标杆在这边，左右外野各有一个小一点的荧幕。可以提供对向的观众观看，拍摄可能没有办法拍得太清楚。这边是人工草皮，已经不像我们之前的户外球场。红土的部分看起来也是相同的材质。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 PU 还是跟人工草皮一样。三垒侧从左外野看进球场，这边可以看到内野上层看台还有包厢区。这个屋顶我觉得跟大阪的金子巨蛋有点像。包含配色跟建筑的设计都有点类似，内野上层感觉更高更大一点。现在应该还没有完全开放，之后比赛如果有开放内野上层的话，可能看起来会很壮观哦。起码先大家高画风。我们从 L2 本垒侧的上方来看一下，这里是 L2 本垒侧到一垒间的角度。我觉得在 L 区看球的视野会比较好，比赛可以看得比较清楚。L2 的一垒侧，那这边是 L2 的一垒侧，然后比较靠近外野交界的区域，这里的区域比较开放，加油的声音又比较明显一点。
如果是单纯要看球赛的话，如果是纯欣赏比赛的话 ，L2 的视野我觉得真的好的很多。在 B1 区比较适合喜欢跟啦啦队一起喊的观众，在 B1 区会比较嗨一点哦。你们的先发阵容。第五个。没有换。哦。听到没有？
哦，我们的大巨蛋球赛看完，然后准备要回去了。那我觉得新的球场啊，难免还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那包含我觉得像是那个现场的音响设备啊，然后我觉得主要是球场里面的那个饮食部还稍微有点少，规划的还没有很完善。那也许未来这些还可以再有改善。那不过我觉得可能球季实际上面开打之后，应该会有比较好的一些东西，包含像是行销啊、啦啦队啊、球迷啊，现场的这些气氛应该会不太一样。好，这集影片到这边，先回家，拜拜。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Afternoon, we lay awake in bed. It laughs 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